嗨，大家好，我是林山君。今天我们讲10月运势。在刚刚结束的金木相战的癸酉月，就像我在上一条月阴分析的视频当中所说，我们在此期间见证了一系列的突发的冲突和暗流汹涌的对峙危机。比如说，在9月初有重要的国家首脑缺席的 G20 峰会，这背后不同国家势力之间的对峙暗流汹涌，不言而喻。再比如刚刚发生的美国任期最短的众议院长麦卡锡，因为他骑墙派的作为，突然被共和、民主两党投票罢免弹劾。又比如中国大陆终于靴子落地的恒大集团负责人许家印被逮捕的新闻，以及在文化传播方面，大陆直播一哥李佳琦遭到群众抵制。在月初，华语的 YouTuber 们集中对台湾媒体发起的批判浪潮，都是金木相战的典型体现。而接下来的10月份，由于卯戌相合的原因，我们也许能够看到在人类群体之间暂时出现的休战和平静，正所谓分久必合。而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受到这份卯戌相合能量的影响。接下来我将围绕这份月令能量对大家的运势进行分析和分享。我们将在2023年10月8日的下午9点15分正式进入今年的寒露节气，开启今年壬戌年的运程。这也是本年的第3个木库月令。这里的木库主要是指4个地支辰、未、戌、丑，它们分别对应的月份大致是公历的4月、7月、10月和1月期间，也分别对应了木、火、金、水这4种五行化退的余气。在这4个月份当中，这些五行的能量会逐渐消失，化作土中的残存的力量，然后4季流转，再进入下一个月迎接新能量的更替，其中同时收纳了上一个季节和这个季节能量的结局。比如说接下来的戌土月同时存在着土和夏季的火以及秋季的金3种能量，其他3个土月也以此类推。所以每个月的木库月也都被称为杂气月，就是能量复杂浑浊的意思。而本次10月份的戌土也被叫做火库，它的取向就像是阳土中收纳着土和金的组合。你能想到什么呢？比如说架着铁锅的灶台，冶炼金属的锅炉，铺满着代表金的白色灰烬的香炉。我的这些举例是否能让你对戌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呢？而另一方面，今年是癸卯年，地支的卯木和戌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关系，就是卯戌相合，就好像往戌土这个火炉中添加卯木木材一样，两种地支最终会化作熊熊烈火。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八字取向环节，就像我在之前的命盘分析案例中一样，我会以进入壬戌月的寒露时刻取一个大的风景，以便没有理论基础的朋友们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我接下来的分析思路。而同时以这个时间所取的象也能够辅助我们来对全球的大运势进行一个分析判断。2023年10月8日下午9点15分，这个时刻对应的八字是癸卯、壬戌、己亥、乙亥。我们可以用一个画面来描述这个组合。秋末的夜晚，天空中风雨交加，一条大河流经了山下灯火通明的村落，岸边的人们正在为庆祝丰收而劈柴生火，整个画面在篝火的照耀下燃起了一丝暖意。其中天干癸水和壬水并临，加上己土代表的阴云，乙木代表的微风，所以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天气。而篝火即是卯戌合火的象，木柴被点燃之象，在日和时2个亥水相形并临，既是雨后泛滥的河流之象。那么这幅图对于全体人类意味着什么呢？古语云，无人立身于天地间。接下来我会以全盘的天干为天，地支为地，日干为太极点，代表人，以己土为核心，针对这个取向，对本月的大环境进行一个分析。从感情桃花层面来说，在这个秋天经历了连续2个月的金木相战以后，终于迎来了暂时的休战。卯木在这个月的力量会转化为火，扭转了此前对峙的局面。对于卯月或者是戌月出生的朋友们来说，很可能在这个阶段会有难得的机缘出现。而已婚的朋友们，恋情也会进一步升温。但是由于水能量的旺盛，这份热情最终也会以更加理智冷静的行为作为收束，以此来迎接接下来冬季水月的降临。从地理层面来说，卯戌合火，火能量和木能量主导的东亚、东南亚地区以及亚洲的西北部地区，经济也会得以恢复升温。但是在火能量的影响下，也容易让民粹主义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从产业层面来说，我们看到上个月在金木相战的作用下，
直播等文化传播领域，尤其是李佳琦等主播受到的抵制，以及金融暴雷案件的处理也靴子落地，金融政策也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而在这个月，火的力量有所回温，水能量也逐渐进气，文化和金融产业也将迎来强有力的扶持。同时，火生助土，地产行业也能够在这个月得到暂时的喘息。同时，代表水的物流运输、航运等行业也将会更加繁忙。从健康层面来说，因为寒露节气是戌月的开始，代表着金气隐藏，火气耗尽，水气开始显现。金为秋凉，水为冬寒，火为夏热，所以寒露节气就是凉气与寒气的交替之时。交替的过程是在虚土之中进行的，虚土是未土变凉之后所形成的燥土，因此寒露节气有3个重要的能量，分别是虚土、寒水、燥金，也就是金藏水显的过程在虚土中进行。金为干燥，水为寒冷，虚土对应的是脾胃，所以在戌月我们需要多吃瓜果以及植物的根茎等食物，以增强脾胃之力，也就是燥心土。吃黑色的食物以补充水气，饮菊花茶以抵制燥金，像番薯、柿子、芝麻、菊花茶都是这个季节适合吃的食物。接下来我们看一下10天干的日主们在寒露后的这个月会具体面临怎样的运程吧。因为本月的月柱壬水在戌是12长生的官带状态，年上癸水在卯是长生状态。这里说一下12长生，就是描述10天干在匹配不同的地支时的一个能量强弱情况。壬戌这个组合是壬水踌躇满志，为即将到来的水能量最强盛的冬月做好准备的一个状态。所以壬水的力量在此时既纯粹又克制，但绝对不弱。再加上年上癸水的加持，所以这是一个水土能量交加的月份。本期视频依然是以日元的八字五行为大纲，如果有小伙伴们不清楚自己对应的五行是哪一个，可以通过网上免费的八字排盘软件，或者查询自己当年出生那天的黄历天干地支，日天干所对应的字就是我们的五行了。不过我们自己命盘对应的喜忌，还是建议大家咨询专业的老师来进行判断。甲木，甲木是我们身边的大树、灌木，这类植物有一个特征，就是喜阳不喜阴，喜燥不喜湿。养过花的朋友们应该会更加有体会。而本月天干的壬水加上年干的癸水，分别代表的是甲木的正偏印。大家可以想象一棵大树面临倾盆大雨的状态，印代表的是思维想法，尤其对于身强的甲木同学们来说，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比较煎熬。我们时常会陷入思路不通畅、抑郁纠结的状态当中，同时我们也会为文书、证件、住宅等事务操心。本身八字火土重的身弱的甲木则会稍微好一点，好在有地支财星戊土、卯戌合火的加持，甲木的朋友们在遇到上述问题的时候，需时刻铭记，躬行实践可能才是困局的突破口。在5月戌月出生的甲木同学，在这个月也可能会格外受到上级、长辈、异性的关照，但我们也需要警惕烂桃花的出现。乙木，因为乙木代表的是柔弱又坚韧的藤蔓、花草等阴性植物，所以相对于高大的甲木们来说，乙木和水的关系会更加复杂一些。我们需要首先判断自己是水生还是陆生植物，才能够了解自己对于水的喜忌情况。在结束了上个鸡飞狗跳的七杀月后，这个月我们自己的内心可能会面临诸多选择，因为卯戌合代表我们的禄跟卯木为合。这个月乙木的朋友们特别容易为了钱或者是晚辈全身心的付出，导致难免健康受伤，内心倍感疲劳。而卯月、寅月出生的乙木朋友们，则可能会有来自异性的关照。但不论怎么说，因为是正印和正财的加持，乙木们本月不论求财还是学业、工作都会比较顺利，请大干一番吧。丙火，这个月对于丙火来说是七杀月。作为太阳的丙火们，在这个月会同时受到年上癸水和月上壬水的影响，在此期间形成官杀混杂的局面，这是一种较为凶险的状态，就好比阴雨遮蔽了阳光，我们需要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甚至可能会在工作当中出现屋漏偏逢连阴雨的状态。但好在地支有食神戊土坐镇，同时卯戌合火合出了火的禄根，丙火的朋友们还是有能力通过口舌表达或者是技术实力来化险为夷的。而戌月、卯月出生的女性朋友们也可能会有桃花方面的信息，甚至出现面临多重选择的局面，
请认真考虑。丁火和丙火一样，作为灯烛火和星光的丁火们，在这个月我们同样会遭受来自年上癸水和月上壬水官杀混杂的干扰。而地支方面，伤官戊土和偏阴卯木对于丁火都是不利的组合，它们的合化却反而有可能会让我们出奇制胜。可能在月初我们面临开局不利的情况下，通过巧思和他人的帮助，在月底我们会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打开局面。但同样，我们面临的任务压力也可能是按下葫芦又起瓢，源源不断的袭来。在今年这个七杀年当中，丁火们的内心一直承受了较大的压力，心脑血管方面也因此面临着健康风险。所以从这个月开始，我希望丁火们尤其需要注意眼睛和心脏方面的保养，为了迎接接下来连续的水月的挑战做好准备。而戌月、丑月出生的丁火的女性朋友们，受到异性追求的概率会比较高。同时我们也要当心官杀混杂时期出现的烂桃花。戊土作为高山和大地的戊土们，在这个月迎来了天干的偏财和地支禄根的组合。从名字就能看出来，都是我们的财路、收入相关的五行，就好像天降甘霖。在今年正官正财的影响下，戊土朋友们辛勤耕耘的努力，会在这个月迎来意外的收获。随着卯木正官收归入我们的禄根，我们可能会有不错的职业上的回报，比如得到上级长官的青睐。而天干的正偏财壬癸水，也让我们在这个月期间有多方面的财富机会。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短线投资，不论是男生女生，尤其是卯月、戌月、午月出生的朋友，在这个月我们都会有不错的桃花机缘，很适合我们打开心扉，多多建立缘分和羁绊。己土对于田园土的己土们来说，戌月虽然是劫财月，但是就像泥土依赖田埂的保护，己土本身是很依赖戊土的帮扶，加上戊戌相合，有劫财架杀的能力。对于这个月的己土们，我们可以通过与年长的朋友们、前辈们的合作，来一起对抗事业上的压力，同样也因此有机会收获财富。毕竟在这个七杀年中，己土们一直独自承受了太多的焦虑和压力。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在收获财富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和朋友们分享成果。这个月不论男女，尤其是卯月、寅月出生的己土们，也都有不错的桃花机缘。同时女性朋友也可以借此时机摆脱苦恼已久的烂桃花的困扰。庚金对于喜火来演练的宝藏原石庚金们来说，熔炉虚土无疑是最好的成长环境。从正官丁火和偏阴戊土的帮助，同时在卯戌合火的加持下，我们有机会在这个月实现工作能力的提升，目标业绩的增长。而天干的壬水也可以作为冶金后用于淬火的水，增加我们的表达和消化能力。对于技术、艺术相关的从业者们来说，本月是一个很不错的学习时机。同时午月、寅月、卯月出生的庚金女性朋友，也可以多多留意本月的财运和桃花运。但是因为今年以水木能量为主，所以相比而言，赚钱是我们更加优先的目标。辛金和庚金相反，作为首饰珠宝的辛金相比火更喜欢水的讨喜，地支的火反而会增加我们内心的焦虑和压力。但好在这个月天干同时赐予了我们年和月中的壬癸水的能量，让我们在面临压力时依然可以通过口才、技术得心应手的应对，也因此我们同样能够收获良好的成长机会。需要注意的是，年支的偏财卯木在这个月会收归戌土的管理，因此对于我们投资财运来说，也许不是一个好时机。这需要具体看戌土和我们命盘的关系。总的来说，辛金在这个月可以通过增强自己的表达和展示机会，化解工作中的压力。今年我们的奋斗主题也依然是赚钱。壬水对于作为江河湖海的壬水朋友们来说，在即将进入水能量主场的时刻，这是我们初步登上主舞台的月份。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月面对各种全新的考验，同时借助地支七杀和正财的力量，以及卯戌相合形成的张官架杀的局面，我们可以通过身体力行、果断而强有力的执行手段，对今年一直以来的伤官和劫财两股小人力量做出回击。我们的正财运和事业运都会相对顺利，请注意把握这次机遇，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受月令福银力量的影响，我们在这个月和壬戌组合一样，处于临官状态，请为接下来的水能量主场做好准备。
而戌月、午月出生的壬水朋友可能会有合作机会，但至于这份机缘是桃花还是小人，就需要我们仔细甄别了。癸水，作为溪流和露水的癸水们，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默默浇灌、持续奉献以及自我修炼。壬戌月是劫财加正官的月份，在卯戌合的作用下，我们的食神和正官相合化为财星，代表我们一直以来事业上的付出也将在这个月迎来财富上的丰收。而与此同时，天干的壬水也表示我们在投资或者是合伙的过程当中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我们在这个月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成本的分配，为接下来的水能量主场的月份和明年的计划做一些提前的投资。今年我们也许没有很强的桃花机缘，戌月、午月出生的单身的朋友们在这个月可能会有稍纵即逝的缘分。不论如何，我们今年的主题依然是自我的修炼和成长，请在这个月继续加油。以上就是我对2023年10月份的整体运势的预测，希望我们都能够顺利迎接年底连续的水能量月份。我们下个视频见。